小超32岁，来自辽宁，是烟酒店的老板。来，有请小超。要忏悔什么？我现在有2个女朋友，一个是老家的，订了婚的，但是没有领证；一个是我来了北京之后认识的，我现在和她在北京盘了一个烟酒店，我想在北京继续生活下去，但是家里面父母不同意，要和我断绝关系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挺坦诚，至少他坦诚。今天来寻求解决的方法，对吧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他在北京的女朋友圆圆，来，有请圆圆。圆圆27岁，是江苏人，来，有请圆圆。欢迎啊！他是烟酒店的老板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他一开始不是烟酒店的老板，他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我是保险公司的。他为人比较腼腆，比较诚恳，比较踏实那种，但是他开不了口。虽然我很希望他继续在我们公司跟我一起做我们的团队嘛，但是他没有做下去。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是挺靠谱的一个人，没有那种其他男生的油腔滑调。后来他说想做点小生意，然后我就帮他一起盘了一家烟酒店，我们开起来了。这个帮是说帮他去找，还是也有投资？第一是帮他找，第二我也有投资。他当时拿了5万，我一共拿了8万。你是8万，对，你大股东，你5万，你二股东是吧？我从家里带过来的，原来订婚的钱，然后彩礼是那个以前那个。你们老家是女方给男方送彩礼吗？不是，我送给女方的彩礼，然后她也还给我了。我们呢在家里的时候，这面比较着急嘛，因为年龄也不小了，所以说都急着忙着催着结婚。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。可以说家里的人都比较相中她，就催着订婚了。订婚之后呢，我一想，因为以后要是生活，因为盖房子、结婚呐，需要用很多钱，我就商量和她说，我到那个外面闯一闯，我就来到北京。那个彩礼钱是你们家给人家的钱，他又给你了是吧？对，等于给了5万块钱的彩礼钱，你带着来闯北京了。3万，她自己攒了2万块钱也给我拿了。就一个女孩把她自己攒的2万块钱和你们家给人家的聘礼钱都给了你。对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她在家乡还订过婚？最近才知道，当初是我跟她表白的，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当初早点说，我们不会有今天。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如果你告诉我有一个明确的态度，你告诉我你选谁，或者是你想怎么样，让我跟你一起面对都可以。她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，我觉得我被骗了，我特恶心，像吃了一个大苍蝇一样，特恶心。小超啊，刚才听你那个话里话外的意思，有点父母之命的意思是吧？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吗？家乡的订婚的那个？我觉得我现在我喜欢圆圆，我觉得我和她。你告诉我，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没？我们以前那都不叫谈恋爱。他经常和他哥哥在一起，我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然后我们也经常见面。他给他哥洗衣服的时候也给我洗，然后我觉得也挺贤惠的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当时没跟他谈过恋爱是吗？对。你们俩订婚几年了？2年吧，也就。你带着这些钱来了，他怎么生活呢？他在家里面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到我家里头去照顾我父母啊，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生活。叫小燕儿对吧？对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小燕儿，来有请。小燕26岁，来自辽宁无业，来有请小燕儿。订婚2年了啊？对。当时给了他5万块钱是吧？当时就是在老家农村那边也没有太多的钱嘛，所以就是差不多他把他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了。然后你又给了他？对，因为我就想让他在外面挣到钱之后回来再好好照顾我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外面又开始了一段爱情？他当初就是说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就是打算跟他一起过来的，但是就是他父母还有他奶奶就是身体不好，我就决定在家先照顾他。当初他跟我承诺，如果要是他在北京混好了，他会给我接过来一起生活。
在那期间，我就想来承认，我是对不起小燕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心里头只是有原。但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。来到北京之后，圆圆帮了我那么多。那你他没帮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能帮你是吗？仅仅是因为我可以利用是吗？不是，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因为我刚到保险公司，你帮我这帮我那的，我不会打电话，但是我帮你完全是因为我觉得你人好，对你有好感，我没有要求回报。那我就没对你付出吗？你在外面拼事业，我在家给你照顾父母，照顾奶奶。奶奶有病住院，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，我就怕耽误你的工作。那我呢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把那8万块钱凑齐的吗？我跟我爸借了6万，那是我爸养老的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说我在北京处了一对象，我们俩要一起创业，他才把钱给我的。我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我倒了所有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才把那个店开起来的。你现在是我帮你们突然冒出一个。不是圆圆，我真的我就是爱的是你的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对别的女人做过什么事儿。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但是我觉得我真的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在你们那儿的习俗里面，订婚是不是就意味着基本上就算定下来了？老一辈的观点就是说，摆了酒席，双方父母都同意的话，就算结婚了。就算结婚了。那你们摆了酒席了吗？摆了。那就说不仅仅是订婚，也就是说在乡亲们的概念当中，你们俩算结婚了是吧？我们俩已经是夫妻，就那差不多就没领证。就是其他的你们都履行了，除了没有领结婚证之外。对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有个他的呀？就刚去北京那段时间，就是几乎天天给家打电话，不打电话也会发一些短信，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父母怎么样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联系少了。那你现在也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现在的想法，我就想让他跟我回家，因为他不跟我回家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脸回去了。因为我现在名义上就是他的妻子，我回去的话，如果我自己回去，我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生活，谁还敢娶我？你觉得最好的结局是他能回头跟你回家是吧？是。那些钱呀、店什么你还要吗？我不要了，从头开始。只要他跟你回去就行。那些钱都是我跟他一起打拼奋斗的。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不要了。姑娘，不是说你要不要，圆圆你什么意思？根本就不属于他。圆圆你是怎么想的？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要他一个明确的表态，他从来都没有。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寒心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还是我的观点，这个店所有的人脉关系，包括经营，都在我这里。那意思就是你不可能从我这里拿到什么东西。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，这些我都不在乎。听明白怎么办？你不能这么拖着吧？两头耗，香饽饽。你说这是一个多让人恶心的事儿啊！骗人的男人可恶，出轨的男人可恨。骗人出轨之后，还突然告诉大家：“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了。”真是不要脸的人渣。在你心目当中，没有爱情，只有利益。你现在纠结什么呀？纠结到底是选小燕利益最大，还是想选圆圆利益最大？你这边既想得到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发展，又担心后面的家庭会对你责备，还纠结什么呀？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你就是选择那个能带给你来利益最大化的那个所谓的爱人，这就是你的爱情。所以第一，我想跟小燕说几句话：败给利益的爱情不值得悼念，它就像你身上长了一个恶疮，你会一直疼。但是如果你狠下心来能够把它挖去，虽然暂时的痛彻心扉，但是今后你一定不会再疼。放弃这个不要脸的人，但是放弃之前一定要夺回自己的付出。你借给他多少钱，该多少拿回多少。你跟他的父母一定要说清楚，你为什么选择了离开，
让他去面对良心以及亲人的谴责吗？这是你现在应该去做的。圆圆，我跟你说一句话，不要以为他选择你就是你赢得了这场爱情的战役，你没有。仅仅是因为你代表在2个女人当中，你是最大的利益化的那个人，有能带给他利益化更大的女人出现，你就是下一个小燕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件事儿没有被戳穿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说实话，我。所以这样的男人你更应该看清。